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自然灾害，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了，但是说自然灾害之中呢，哪些是纯粹天灾的部分，哪些人祸的部分，这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嘛。那么中国现在他们就是拼命的，就是叫推卸责任嘛。大家说这是500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那很奇怪，就是有人说5000年，那5000年前大禹还没有出生呢。所以说他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数据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作为记者，我也采访了很多各种自然灾害的现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就是这场洪水有一个蛮奇怪的意思，他们说暴雨，但是暴雨要是说积攒很高，把灌入地铁或者灌入地下的这个通道的话，需要下好几天才能积攒出来，因为它本来就有排水系统嘛。那么用这种短时间的突然间倒灌的方式，往往是河流的决堤、这个大坝的泄洪等等人造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天上突然间造成这种状况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传出来是不是泄洪没有通知方式，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因为自然现象中很难有突然之间一下子把地铁全部淹到的这种暴雨嘛。那么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真相我们到现在还是完全看不清楚的。那么就是说，到底死亡多少人？如果说这个官方都说5000人以下了，那么至少后边加1个0、2个0的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怎么说呢？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啊，就是不管说，比如说这个大跃进之后的这个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文革到底这个死亡了多少人？包括这个6·4天安门事件到底死者是多少？这些都是一笔糊涂账嘛。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那么这次河南的灾害也一定啊，它是不可能把真正的这个灾情公布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聚焦都集中在郑州市内的方式。当然说下雨不可能是在一个城市下嘛。那么现在有一些网上传出来，就是说去郑州附近的，在这个高铁上看着两边的农村都是变成一片汪洋，连续在高铁上10几分钟、20分钟，全部都是这种的影像也传出来。那么也就郑州之外有大量的农村地带也都被完全被淹了。那么这种声音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想起这次灾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自然灾害之后呢，就是说考验一个政府到底如何救灾嘛。那么如何救灾的话，其实你要先把灾害的状况报道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天天在报喜不报忧嘛，就是说各路的人马在支持啊，中央怎么关怀怎么，就是所有的负面的消息都是没有的，包括灾害的状况都是没有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包括李克强，都没有去视察嘛。那么现在呢，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在郑州，在河南的河南省委书记叫楼阳生，郑州市委书记叫徐立毅，这2个都是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候带起来的干部，所谓的枝江新军，习近平的这个嫡系部队了。他们2个本来是到河南去镀金的，楼阳生原来打算20大的时候要升到政治局委员，这个徐立毅要升到中央委员。在这种情况之后，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完全对这2个人都没有问责。那么我想今后的权力斗争中，很可能反习派也可能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或者到明年的20大之前，要变成拿这个河南的事情做文章，进行党内的权力斗争啊。那中国的其实很多这个自然灾害，最后都演变成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啊。其实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往往的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是整体中国的一个悲剧，一个悲哀。是。